今天下午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就是拨空，然后来参加这场活动。然后这场活动呢是从建筑师的日常出发，然后来看档案修护与数位 DIY 的工作坊。然后那场工作坊呢是由文化部推动的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的公共系列活动之一，也非常感谢文心艺术基金会的支持，然后可以让这场工作坊在这么优雅的王大闳书轩就是举办这样子。那在文化部的支持底下，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跟亚洲艺术文献库一起合作，那由亚洲艺术文献库这边呢进行研究跟建档，然后那 C-Lab 这边呢，就会将阶段性的成果透过讲座啊、工作坊啊，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讨论，在数位化的时代里面，档案怎么可以被运用跟保存。希望能够用在更生活化跟多元化的方式，让档案能够进入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也介绍一下，就是今天的伙伴。今天的工作坊的话，会由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档案员木田来为大家带领。然后乙工就是旁边这位乙工是纸质修复师，到时候乙工会为大家就是说明，就是你拿到一个纸质，然后有一点需要修复的状况的话，你们可以怎么做？然后呢，我这边就把麦克风交给瑞芬，就是然后瑞芬是需要介绍那我就让瑞芬自我介绍。谢谢大家今天来参与。那我想要先谢谢，就是这个文化部有支持这个计划之外，还有生活美学基金会，还有 AAA， 就是那个亚洲艺术文献库，那一起合作。那其实在这个工作坊之前，其实我们做了蛮多次的讨论，然后最后呢，我觉得可以从档案修复师的日常来去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可以从家里开始去收集档案，是非常有趣的。所以就开始今天也会透过王大闳先生的一些旧物，然后来跟大家去分享。那大家也可以带出自己喜欢的一些物件来做。那我今天会因为其实刚刚有一些人也认识王大闳，但其实也蛮多人不认识。我会用一个比较从文心艺术基金会这5年多来在经营这个空间的一个角度跟大家分享。那王大闳先生他其实1917年出生，那他当时候呢，其实他年轻的时候是到美国留学，那就读哈佛的 GSD 设计学院，所以他其实在现代建筑有非常完整的一个成型的训练。然后但是后来因为就是那个怎么讲国民政府撤退来台的关系，所以他也跟着，因为他爸爸其实是中华民国的那个叫做教育部长，那所以其实跟着国民政府撤退就来到了台湾。那我在讲王大闳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对他的作品认不认识，其实他比如说台大活动中心、国父纪念馆、外交部，其实都是他的作品。那这个王大闳先生呢，他其实在1940年在欧洲学成、美国学成，回到台湾之后呢，他首先呢就开始跟他爸爸说，他想要盖一栋自己的房子。毕竟做一个建筑师，他想要为自己设计一个房子，所以首先呢就在那个建国南路就是盖了一个自宅，就是你现在看到对面的这个自宅。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关系，它就被拆迁了。那一直到2013年、2012年的时候呢，一群台湾的建筑师们觉得这样的自宅太重要了，它应该重新被就是重建。所以其实就开始进行了募集，于是呢，就是文心艺术基金会的母公司文心建设，就是在这时候加入了这个计划。那我们跟普保建设一起支持了这样的园区的重建。你可以看到这样小小的一个30坪的房子，那建筑师是怎么样的去思考它的空间跟生活。那大家一定会想，那盖一个这样的房子不难吧？可是其实你要想，当时候他其实要盖给自己住，他不像一个建筑师事务所会很完整的画图，所以其实当时候这个房子在重建的时候，其实费尽千辛万苦。而这样子的要如何去盖这样房子，就是靠大家去收集的档案。譬如说当时候去过他家的人有留下这样照片，或是当时候有留下怎么样的材质，所以档案这件事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
大家透过当时候的照片去还原当时候地砖的比例，而去重建成今天这样的自宅。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这样的工作坊发生在就是王大闳书轩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了。那其实我们文心艺术基金会在推广这个王大闳书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放进了王大闳先生在生活上的一些习惯，譬如说在当时候可能因为自来水刚刚开始，所以有很重的消毒味，所以其实王大闳先生就会在自己的水里面放上黄瓜片还有柠檬片，就是黄瓜柠檬水。那这个水喝起来呢，不会有黄瓜的刺鼻味，但是会显得非常的清甜。那甚至他除了作为一个建筑师，他非常的热爱阅读，也喜欢创作，他喜欢艺术，也喜欢创作小说，所以他自己也写小说。所以我们的空间就叫王大闳书轩，所以可以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当然可以看得到，譬如说这一区都是跟王大闳先生相关的书籍，那也甚至我们在10月的时候才刚举办过一个关于他设计的家具。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建筑师他设立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他还要再帮自己做自己空间内喜欢的家具，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在那个时候特别有意义的。但比如说后来当然就是建筑师的分工就会更为详细了，这样。好，然后接下来这一区呢就会是王大闳先生的旧物，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就是 AA 的2位就是工作人员，刚好一位是纸质修复，我们就选择了王大闳先生非常喜欢的一本摄影集，以及另外一个是跟摄影相关影像，那我们也选择了一个正片来跟大家做分享。对，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平常呢，我们这个空间其实在今天工作坊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讲座工作坊空间。那平常我们其实是一个书店咖啡厅，你看在这个空间呢，看到我们的选书，然后你也可以买一本书，我们就会请你喝美式咖啡或伯爵茶。对，那就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下午，谢谢。喂，应该有声音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坊呢，就是很开心，就是因为我们是跟好几个单位一起合作嘛，所以就是有不同的伙伴为我们开场这样子。那我是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慕田，我是档案员，然后旁边这位呢是我们经常合作的纸质修复师谢义工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是先从王大闳先生的一些档案呢，就是开始带入，就是整个档案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什么是档案？那我们自己家里面自己拍的照片，这样算是档案吗？那为什么档案会需要保存？它有可能会经历怎样的劣化损坏？那我们要怎么有没有什么技巧是可以避免这些毁损发生的？那如果真的发生毁损呢，我们要怎么做比较好？那这次工作坊我们也会主要是针对就是保存还有数位化的部分去做琢磨这样子。那首先我们先看到这张图呢是如果大家刚刚有抽空先去对面的王大闳先生自宅那边参观的话，就会知道说，这好像是他自宅的照片。那这个其实是就是他当时真的这栋还在建国南路上的时候的照片，它其实是在建筑师杂志里面刊登的。那这个是1977年的时候吧刊登的那他的那个房子是50年代的时候的房子了。那刚刚也有就是基金会的同仁也有提到，就是对面在要做重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去还原的。那像这样子的照片就是很珍贵的可以参考的资料之一，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档案的重要性啦。对，就是尤其是当就是档案的那个对象是重要知名的人物的时候，或者是它是重要机构的档案的时候，就是对于我们去了解一个特定的时代或者是特定的事件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档案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是不是都算是档案？左边这个是正片嘛，是王大闳先生的照片那样子，然后中间这个是手写的书信，是一个贺卡，其实贺卡本人就在后面，然后等一下也会给大家看一看说，这个贺卡它是不是已经有一些什么劣化的现象，它会不会影响到上面的资讯呢？这些问题。那右下角呢是那个建筑师的藏书。
那其实这些都算是档案的，因为档案基本上就是个人或者是机关单位，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职能之下，就是或者说是在特定的活动之下呢，去产生，因为它经过某个活动的时候，这个活动本身产生的一些文字啊、图像啊、影像的记录，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讲座，然后有人拍照，那这个就算是这个活动的档案之一。那像中间这个是好，那中间这个是就是书信啊、卡片这种的，或者是手写的东西，我们也会特别觉得很珍贵。就是书信通常如果是公文书的话，它可能就是跟某个重要的事件是有关联的。那如果是个人的文书，那它就是跟可以看出这个信的主人就是他的交友状态，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人手写的东西也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亲密的感觉嘛，就是想说哇，就是原来他也是一样有名的人，也是会跟家人写信啊，这样子的心情就会觉得很亲近这样子。那如果是书籍的话，就是一个人收集的书，那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文学家他自己有收集一套书，或者是建筑师他自己有自己的关于建筑的藏书，这种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文库或者是文集这样子，就是也会针对某个人他的藏书会去做一个档案的保存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些都算是我们在生命过程中因为不同的活动而产生的一些档案，那就是所以这些都算是档案。那我想今天大家应该有带一些自己的档案，就是自己家里的，比如说老照片啊，或者是以前曾经小学的毕业纪念册啊，这些其实都算是就是我们生命中会留下来的档案之一这样子。那这些珍贵的档案呢，它会是容易随着时间劣化的。那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有经验，就是可能自己的藏书就是泛黄了，或者是老照片就是变色了之类的。那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是有一些纸就是受潮以后粘在一起之类的。那这些都是有可能会使得我们那个媒材上面的档案的资讯消失的，因为劣化而消失的原因。所以我们主要呢，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这次会针对修复保存的部分，还有数位化的部分去做，就是跟大家介绍，我们平常档案员的工作，就是会希望能够尽量去保存，档案上面的资讯，以及保存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数位化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图呢，基本上是我们平常工作的一些状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右下角这个其实就是义工，他在做的是把破掉的报纸拼起来，就是因为报纸已经破掉了，所以它是一个简报，然后是关于一个事件的报道，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档案嘛。那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拼回去，然后把它粘回去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当档案已经就是非常严重的毁损的时候，就是劣化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做到修复这个动作。但是最好呢，不要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就是会把大部分的心思放在怎么样保存它，不要让它毁坏了这样子。那左上角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比较常会工作的时候的场景，就是我们在数位化之前要先帮一般的档案去做简单的清洁整理这样子。比如说上面有灰尘啊，我们就要把它弄干净，然后如果有一些就是脏污，要把它用橡皮擦先稍微擦一下这样子。那这些等一下我们也都会仔细介绍。好，那我们今天会先从档案保存的数位化基本概念开始，然后再跟大家说实体档案的检视跟清洁有什么需要
注意的地方。最后我们介绍翻拍设备，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实作这样子。那档案的实体档案的维护呢，我这边就先交给义工。喂，好，大家好，我这边好，大家可以看看，就相信大家家里应该都有一些老照片嘛，就是之前留下来的。然后其实老照片不同时期会用的材质是不一样的，就我们现在其实也很少人在洗照片了，但是比如说2000年或是2010年左右，那时候洗出来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像是上面看到的这种，就是它是主要是塑胶胶基的，然后下面这种呢可能会比较多是纸的，然后可能在更早之前会是比如说玻璃的啊，或是那种材质的。那所以我们要先确定是这些照片是什么材质的，我们才会去看说，它的问题跟它要怎么处理。那这些基本上就是大概是家里常见的照片，然后它出现的问题。那可以看到它就是这边这些痕迹呢，是上面这张照片印下来的。那就是上面这张照片在遇到水的时候，然后它最上面的那个明胶层就是坏掉，然后它里面的颜料就跑出来，跑到了下一张了。然后这个也是我在把2个照片粘在一起的照片分开的时候的样子。那可以看到这张照片用更久了，它这些明胶层也掉了，然后它有一些原本全色的地方也剥落了。那这些东西呢，基本上也都是没办法复原了，因为有些东西就是不见，就是失去了这样子。那我们就在这时候呢，我们就只能就是把它保存好，让它就是维持现在的状态，不要让它再继续坏下去了这样子。然后还有这个呢，这个是我相信各位家里应该也都有这样子的底片，就是早期或是那种底片相机拍出来的。那当它放了很久，然后就是尤其是环境在不好的情况下，比如说湿气很重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虫去把它吃掉的情况下，就会形成这样子的。那它这样子的情况下，也是没办法再洗出照片了。所以我们就是尽量让这些底片的状态都维持得好。然后这个的部分就是其实过去啊，比如说档案也好，或是家里有时候比如说出生证明啊，或是家里以前的一些地契啊之类的，就会简单用回纹针把它夹着嘛。但是放久了，它其实也会就是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所以它也是会生锈。尤其是如果环境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它其实放在那边还是会生锈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去除之后，你看这边还是会留下一点金属的锈蚀的痕迹。那其实因为锈蚀这件事情是酸性的，所以它也会进一步的腐蚀纸张。所以有一些这个比较轻微一点，但如果放比较久的话，就会看到这里它会开始晕开，然后盛开，然后这边这整块就都会不见了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尽量我们还是在早期就是更早的时候就把它拿掉会比较好。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是累积了很多的灰尘，那可见这个可以看到这边灰尘是在这边嘛，所以可见这个档案当初是直的放的，所以它上面就会有比较多的灰尘这样子。那加上这个档案本身放的环境也没有那么理想，所以就会造成这上面甚至没办法理清说它是落尘、它是土还是它是昆虫的排遗这样子，它可能都混在一起。然后像这个也是，这两个是同一批拿出来清理的档案，那可以看到上面这些痕迹，我也没办法完全分辨说它到底是昆虫排遗啊，或是它是水流过去然后产生的流的痕迹这样子。那我们都尽量不要让档案变成这样子的状况。好，然后再就是刚刚提到的，
在家中其实最常造成档案坏掉的，不管是家中档案或是家中的，其实旧报纸啊，或是也好这些东西，劣化的最主要的4个因素是这几个。第一个就是温度，因为我们家里其实也不太可能24小时都开着冷气，让就是家里的东西在那边一直吹嘛。然后其实温度跟湿度，它们有时候是互相影响的，就是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当冷气一直开着的时候，湿度就会降下来一点嘛。对，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点互相影响的。然后再来是光，大家应该有看过那个，就是报纸，就是如果让光照一下，它马上就会变得非常黄嘛，然后甚至变成深咖啡色，那个就是最明显的光劣化。那是因为报纸里面的木质素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非常容易，就是它很酸，所以它很容易因为光照一下就坏掉这样子。那家里平常的纸的话比较不容易，但是基本上都还是会有泛黄的现象。然后光劣化这个东西呢是不可逆的，它就是你今天其实就像皮肤一样，就我们晒太阳了，是不是就变黑？但我们人会代谢，所以它就是我们会把那个晒伤的部分代谢掉、脱皮掉。但是档案不会，所以它晒伤就是晒伤了，它就是会继续叠加上去。所以我们今天让档案晒了，让纸晒了一下，然后不会今天放到冷的地方它就变好，它不会再变好了这样。然后虫害也是，那家里最常见的虫害大概是杜鱼，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银色小只，然后喜欢吃纸的。然后还有蟑螂，蟑螂其实也蛮喜欢吃，因为纸里面有一些淀粉的填充物这样子，所以蟑螂其实也会吃。然后还有一些甲虫或是白蚁也都会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需要去做避免这几个最主要的因素这样子。好，那我们要怎么避免呢？基本上我们就是可以简单的用防潮箱，然后防潮箱就是大家应该有看过那种放相机那种是比较高规格的防潮箱。那其实也有可以比较简易版的防潮箱可以买，然后其实也可以选用密闭的，就是买那种简单的箱子，因为家里嘛，我们也不一定要它非常完美的保存空间，可以买箱子，然后里面放一些简易的干燥剂。那干燥剂也要挑，因为有一些干燥剂它也是会释放热的，那种可能就不太行这样子。那我们定期更换这些干燥剂，然后确定箱子里面没有一些食物或是虫卵，基本上就可以把档案就是保存得更久更好。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就像大家可以看一下桌面中这个，那这2个档案夹呢都是无酸的档案夹。那现在那个我把那个无酸那个底片的正片放在中间，那就它就会让它比较保护的更好。然后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假设那个档案本身就像刚刚提到的报纸，它本身就是酸的。那这种无酸材质，它其实可以吸它的酸，然后可以让它本身的那个酸性物质更降低，让它保存得更好，这样子。然后再来这几个是稍微跟大家介绍，稍微我没有业配哦，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说实在，无酸的保存材料在台湾其实很难买到。然后大部分我们都是找这3家厂商去买，然后前面2个是蛮齐全的，然后中间那个是比较以修复材料为主。那他们的网站都可以订，然后第一个网站真的逛的时候很像在逛网拍，就是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大家偶尔也可以去逛逛，不一定要买这样子。然后最下面呢是以摄影相关的为主，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底片啊、胶卷啊，然后想要保存的话，也可以去上面找这样子。对。好，那大家不用紧张，等一下我们会分组，然后义工会再详细的跟大家说这些包材，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摸摸看，然后试用看看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我的部分我就是稍微讲一下，就是数位化也是一个就是保存档案的方法之一啊。当然不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资讯都
数位化下来，就是比如说那个卡片，如果它是一个立体卡片，可能不太就是很难用一个平面的扫描或者是拍摄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哎呦它是怎么折起来的之类的。但是就是等于说数位化的过程中还是会遗失一些资讯。但是如果说我们希望能够保存，比如说我们在卡片上面写的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有一些原子笔不是写上去之后久了它也会就是淡掉之类的。那为了避免这个的话，就是基本上做数位化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数位化我们现在主要有2种做法，一种就是用数位相机去做拍照，另外一种就是扫描。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平常会使用的器材，就是翻拍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用翻拍台。然后翻拍台也有分很多不同规格，那我们今天就是带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来，然后大家等一下也可以试用一下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扫描器啊，但是扫描器的话，就是一般家里如果没有那么大量的东西要扫的话，其实不太会自己去买一个。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自己在家里想要数位化自己的档案的话，用翻拍还是一个比较经济实惠一点的方法。那如果没有说要把它拍成非常高规格的数位档案的话，那用手机呢其实也是可以拍的。那如果有一个翻拍架、翻拍台或者是一个脚架来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就是会很有效率。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方法这样子。那扫描器，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常用扫描器的。那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扫描器它本身就是它的光线，它都已经固定好了，然后它又是封闭在一个盒子里面，所以比较不会被环境的光线影响。那但是它的坏处就是，其实扫描器的光线是非常强的。那刚刚义工也有讲到光劣化这件事情嘛，所以其实有一些比较老旧的档案，它在扫描的时候也是会被光给就是再重新破坏一次这样。所以如果是一个已经非常老旧的档案呢，我们也会倾向是用翻拍的。然后还有一些很脆弱的书啊这一类的，也不太适合用扫描器，因为扫描器它基本上就是要把它压平嘛。那压平的时候就会对这个书它的就是装帧的这个部分是有一些破坏的，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会用翻拍台来做一些比较脆弱的档案的数位化这样子。那好。那刚刚已经介绍了，就是大致的，就是档案的状况，然后跟那个我们翻拍的设备。那再来就进入到我们到底要怎么进行这些步骤嘛？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家里有好多档案，然后比如说有阿公阿妈的照片，有阿公阿妈写的信，有爸爸妈妈的婚纱照，这些东西啊，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开始进行我们的步骤？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检视它嘛，我们就要确认它，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一堆东西，好几箱东西在这边，那我们可能就要开始看它们内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来就是分类它们，然后归档它们。那这个分类的方法呢，其实是依照每个人就是自己对于这些家人的理解去做分配都可以的，它没有一定的公式或规范或是什么的，对。然后同时在看这些内容的同时，也可以看一下，它上面有什么伤痕，比如说有些比如说刚注意到了，我们前面看到就看到说，它上面有一个回纹针，有一个订书针，然后好像已经开始生锈了。然后在检视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拿起来，但拿起来的时候就是还是要把它尽可能把它装在一起，这样子，就是因为有可能拿起来它就散掉了嘛。那还是尽量，比如说可以用一个夹链袋或什么把它全部装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尽量是如果能够的话，在检视的同时，也可以把他们的原貌稍微拍一下，确认他们的状况。对，那再来是清洁。其实清洁跟检视这个步骤，他们可以一起做，他们是也不一定，他们没有谁先谁后。当然是开始检视先啦，但我的意思是说，可以一边检视一边清洁，也可以全部检视完再全部一起清洁都可以。这样它没有一定的，就是看
比如说我今天在家里就是检视到一半太累了，不想要就放着，然后下次再清也可以这样子，依照大家的步骤自己来。那清洁的部分呢，也是依照不同的档案媒材，然后去选择不同的清洁方式。那我们等一下也都会就是介绍这样子。对，好，然后这些呢，就是大部分呢在家可以使用的清洁的跟稍微修复的一些小工具这样子。那第一个当然是手套。那手套其实它蛮重要的，就是不要小看这些档案。其实他们有一些他们当初在做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它的纸浆，因为纸浆在做的流程中都会加入一些强酸或强碱，让它的纸浆更细致，然后在超纸的过程，超纸完之后会更平整这样子。那有时候呢，在制造的过程中，它最后加去，比如说它当初是加强酸，那最后加了强碱，让它中和的时候，可能没有加的那么好的情况下，那其实在最后那个纸的酸性是会非常可怕的，就放久的时候。所以其实戴手套呢，不只是保护档案，也是保护你的手这样子。就是你一直摸它，可能会造成手部过敏这样子。然后吹球，然后跟软刷跟棉花棒，基本上都是在做一个如果比如说如果档案上面有一些壁虎的排泄物之类的，那可能就会用棉花棒去刷。然后如果是灰尘呢，可能就是用羊毛刷去刷。那如果再更轻微一些，只是一些毛发的话，那我觉得用吹球就可以了，这样子。那也就是刚刚提到的，就针对不同的状况，然后不同的材质去选用不同的清洁工具，这样子。那有一些比如说是木头的材质或是什么的，或是陶瓷，那我们也可以用湿巾布来擦。那橡皮擦呢，也是针对橡皮擦基本上就是针对档案上面的污渍。有时候比如说像之前有一次是在照片上面，照片的正面，就是有些那位档案的所有人在另外一张档案的背后，就写了一些东西，然后用那种类似蜡笔这样子的东西写，然后他把它叠在一起嘛，然后就印到了另外一张档案的正面。那这时候其实就可以用橡皮擦去擦拭，就是另外一个被印到的那个那个照片的正面。那前提是要确认那个档案，就是那张照片它本身是好的，是稳定的。就是可以擦的，你可以先在角落擦擦看，然后它这张档案这个照片是 OK 的，你不会擦一下它就坏掉了，那就可以就是擦那个被档案污损的被污损的地方这样子。那竹起子呢，基本上是纸质修复师在用的一个小工具这样子。那它有点像是因为竹子会比较有弹性，所以在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拿到一张比较大的档案、比较大的书，那在翻书的过程，就是我的手就没有那么长嘛，所以它某种程度是成为一只手的延伸这样子，大概是对大一点的是长这个样子这样子，然后也有小的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最后无酸的收纳盒这样子，就如果最好的话是那个大家档案都可以放到无酸的保存盒里面，因为我们也有遇过有那种旧的，比如说去那种老式的照相馆，然后就洗出来了，他就会附一个相簿给你嘛，可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放太久了，结果那个相簿它的塑胶也裂化，然后变成好多小碎片，那其实反而可能会伤到档案本身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个人还是建议，如果是装这些档案的包材的话，还是尽量都用无酸的比较好这样子。对。好，然后再来这个呢是会有人用，但是以就是我的专业角度来说，不要用的这几个东西。第一个是胶带，然后胶水跟便利贴，因为这种日常的胶带虽然很方便，但是其实这些胶带中含的那种胶的成分也都是有酸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如果在比较旧的档案上面贴一个胶带的话，那个胶带部分会变得颜色比较深。对，那就是它胶带里面胶的酸性物质在释放到纸里面。那
在这个情况下要去除也会很难，因为大家也知道，就胶带不小心粘到，然后有可能撕下来就会撕破纸嘛。那所以尽量在一些比较，如果你想要保存的比较久的档案上面，都尽量不要弄到胶带、胶水跟便利贴。那再来护背是一个最不要做的事情，对，除非你想要，就是不想要这个原件，然后我很不建议啦，对。但当然还是有一些就是奖状或是什么东西，你可以选择去这样做。但是基本上护背它的原件的，就是不可能再拿出来，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把热，然后让那个胶全部渗到那个纸里面。那个纸里面基本上它的这些孔隙里面就全部都会是那个胶，那是去不掉的。这样子，所以我个人是很不建议护背这样子。然后订书针、回纹针跟长尾夹这些东西就是金属嘛，那金属它们就是会有生锈的风险这样子。那最好就是如果回家看到这些东西的话，都可以把它拿起来这样。那刚刚颖文已经介绍了，就是这些跟实体档案，当你要去处理实体档案的时候需要的一些材料。那我这边也讲一下，翻拍的时候我们会特别需要注意的东西跟材料这样子。那其实，在做翻拍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光线。那就算你没有翻拍台，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只手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光线。那光线，不过因为当然就是自然光，我们比较难去控制嘛。就像我们从刚刚到现在，已经从阴天，然后到太阳又出来了，这个时候其实光线的颜色就已经有一些变化，那光线的强度也有改变。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大叠照片要想说我们来翻拍的话，那这段时间我们拍出来的颜色可能就会有一点不一样了。那所以说，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灯具呢，还是会比较有效率的。那灯具如果我们要做简单一点的话，也是可以放左右2台灯也可以。那这个灯的灯泡的颜色就是会比较需要注意的。那我们一般来说会比较建议使用大概5000K 左右的灯泡。那这个灯泡就会是比较接近自然光的颜色，就是太阳光的颜色这样子。那如果说就是想说，我也可以去买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灯，那也可以。那因为现在都用 LED 补光灯一片的那一种，就是然后它通常也会有一个就是比较柔光的一个罩子在上面，那这个就是也蛮方便的这样。然后第二个是说，其实就是一个脚架、翻拍台或者是可以固定你的相机或手机的东西都可以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在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详细的讲一下。那主要就是不要去晃动到，因为如果是手持相机或者是手机的话，还是比较容易会晃动，然后手也会很酸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镜头最好还是跟要拍摄的档案呢是平行的，不然它很容易会有变形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可以辅助我们去做翻拍。那最后就是补光、柔光、控光的工具，就最后还是回到光线上了。对，那光线的话，如果我们希望光线更柔的话，就可以在增援的前面再加一个描图纸等等的。那如果就是基本上都是用一些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取得的东西，看能不能尽量去解决问题这样。那最后2个是假设我们要做翻拍的是底片，那大家知道底片是透明的东西嘛？所以它其实会需要一个背光，就是一个灯箱、灯板之类的东西。那底片呢，有的时候底片会卷卷的，因为它原本是卷成一卷的东西嘛，所以如果它没有被事先压平的话，我们在翻拍的时候就会需要一个可以压平底片的东西。我们可以用底片夹，或者是就是自制一些
比如说用厚纸板，然后把它剪一个洞在中间，这样子都可以的。对，那对，所以就这个是如果我们要做底片的翻拍的时候，会比较需要注意的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在做翻拍的时候，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光源这样。好，那这边大概刚刚都有提到，那最后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色温这件事情，就是刚刚提到在5000K 左右是比较接近自然光的颜色。那这个是在去买灯泡的时候，其实那个灯泡上面也会写说这个灯泡是多少 K 的。那 K 是一个就是色温的单位，这样。基本上如果是这个 K 数越高的话，它就会越蓝；K 数越低的话，它就会越黄越红这样子。对，那这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化的单位啦。那大家也不用就是太纠结于只差多少 K 这样子，比如说差500K。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光源平均的话呢，最好当然是左右两边都各要有一个光源嘛。那这两个光源最好是一样的色温，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问题了。这样。好。那最后这个就是拍摄的时候会特别需要注意的几点。那我刚刚也都已经有提到过了，就是说，首先是这个档案有没有被影子挡到呢？有没有反光呢？然后因为反光它常常就会遮掉一些重要的资讯嘛，我们就会看不到，比如说照片里的人或者是文字之类的。对，然后再就是要避免透视变形的话。镜头跟档案最好是平行的，然后还有最后这个就是，我们拍摄档案最好是占据整个观景窗的越大越好。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用手机拍摄的话，那就是手机上面手机的画面里面最好是整个档案占据的画面越大越好，这样子的画质才会比较好。这样好。那我们讲的部分呢，我就先讲到这边，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开始来做分组跟操作了。那等一下我们会分成2组，我会在前面这边，然后一共会在后面这边，然后我们会一组，就是我们会分2边，然后到大概15分钟之后再交换，这样子。那我的部分呢，我会就是先讲翻拍的部分，然后一共会先讲就是这些清洁用品，然后还有一些无酸包材，然后示范给大家看这样子。那看大家想要先听哪一边，反正最后都会交换，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动作。好，那我先从桌上的东西开始介绍好了。那这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吹筒，然后竹起子跟这是夹子，然后这种羊毛刷，其实它的质地会比较软，比较适合除尘这样子。那如果大家买不到这种比较专业的转蛋刷，或是也不想要成本花那么多的话，也可以买那种其实那种化妆刷。其实也可以，因为化妆刷是刷脸的嘛，所以它其实蛮细致的，所以老师那个也可以，对，就是也不用一定要所有都是超级高规格，我们家里可以拿到的东西就可以。那这个东西呢是无酸的夹链袋这样子，那通常是在保存一些比较小、比较零碎的东西，然后跟金属的东西，通常也会使用这个东西去装这样。因为我们今天有带很多刷子，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就是清洁一下自己的档案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是也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这样子，我就带大家简单的操作一下。那基本上这份是那个王大闳先生他收藏的摄影集嘛。那它上面的状况就是基本上是我们我们来看，像这些我也不太确定，这应该是就是折痕，就是它在翻的时候就比较用力的折痕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就我自己会比较小心一点。对，对。对，然后像这边就可以看到他的字迹，然后如果是看家里的档案，如果是看日爷爷奶奶的档案或是长辈的档案，你就可以就是看到就是他写了什么，为什么这本书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他为什么要留这个东西？那甚至其实有些在做，比如说在做艺术家研究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到说这个影响到了他什么这样子，但他内页的状况就还蛮好的这样，对。那因为书通常是盖起来的状态，所以其实里面通常不会有灰尘。那灰尘最多的通常会在上面，因为是我们指的放嘛。那这本书的话应该还好。好，那这个就是也没有，它也是胶装的，对。那有一些西式的线装，他们是用缝的，然后是西式的，它就是它的这边就是用线缝的。对，那种东西的话，那种书的话也是，如果要处理的话，通常也是要拆开，但是如果它这边是好的话，就可以把它书皮拆下来，然后书皮重上就可以了。然后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这边就可以看到它书皮已经是就是裂开的状态，对，那对，是的。然后有一些地方可能是当初上胶的时候没有上的均匀，所以它这边已经有分开的迹象了，这样子。好，那但我们也我建议在家也是不要修，就是自己动手就是修了，它可能会修坏。那通常这种状况，我们就是清洁的话，就是把灰尘就是拍掉、清掉这样子就可以的，对，对，其实差不多啊，就跟家里打扫差不多。老实说，我觉得这个还有就是一个是，如果家里档案，就是你们想要家里档案的话，第一步是刚刚提到，第一步是分类跟检视嘛。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家里人讨论说这个档案到底为什么要留，因为我们因为家的空间就这样，其实博物馆也是，库房空间就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收这个东西？我们家里为什么要继续放这个东西？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其实有些是，对不同的家人来说，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就比如说这个，假设这一卷胶卷，对，可能对你爸爸来说，就要拿去丢掉啊。可是对你来说很重要。那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可以共同讨论，就是档案这件事情对家。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子。我们先从有照片或是文件类的，那大家要注意的部分就是，首先是这个照片比较小，所以它我们会希望它能够尽量在整个画面中占的比例越大越好。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拍到的画质会比较好，这样子就不用说我们之后拍完还要在那边裁切这样子。那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有反光，翘起来是一个问题。因为翘起来就更容易有反光，对。那我们现在先不管翘起来的问题，因为通常我们会需要比如说如果是扫描的话，它就会自动把它压平，对。那如果是翻拍，我们有的时候会压一个透明的东西在上面，把它整个是压平的。但是如果现在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是先解决反光的问题。那反光的话，主要是可能会需要移动灯的角度，所以如果我们在家里没有翻拍台，我们是用2个那个台灯，那我们最好那个台灯的头是可以动的那一种。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有关节的，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子移动，然后去看看它怎样比较不会有反光。对，尽量不要有反光这样子。好。这种就是这边的话，胶带的话其实都用。怎么样才会没有反光呢？有的时候我们瞧不出来的话，就是可以再移动我们自己的那个照片的位置，这样子。
就是尽量减少啦，因为其实有一些材质它就是会反光，所以就是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它在软掉的时候撕下来的过程，它就不会。那我先拍。对，这是原理。OK。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像因为我的手现在在这个地方，其实也会造成阴影。对。那我们有的时候又会可以把这个灯就是整个调低或调高之类的。基本上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首先是反光，再来就是有没有被影子遮到的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王大闳先生的照片，因为他的底片你看是不是比我们的这个底片大？对啊，很多哎。这个是刚刚那位同学的瀑布，然后这个比较小。然后我们一般还有像这个副片，其实是一样大的，它是对。那这个当然是可能是有专业的记者就是有去拍，所以是用120的底片，它的片幅比较大。那这个同学他也有一个底片是，对，这个很值得一拍耶，我们来拍拍看。好的。感觉大家对于旧文物的修复技术跟那个翻拍技术的相关知识非常的欲罢不能。那我们也差不多要慢慢就是来到这个活动的尾声。对于今天的活动都有满满的收获这样子，然后希望这个档案的知识最后可以延伸到大家的生活里面。期待下次见，谢谢。